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欢迎来到《天天向上》2022年新时尚发布会现场。斌哥和马老师呢参加了刚刚结束的2022的春夏上海时装周。现在的上海时装周让我感受到很多能量，是真的是国际的能量，而不是只是中国的能量。上海时装周目前在国际的时尚排名已经是遥遥领先。我们今天《天天向上2022新时尚发布会呢，我们3位策划人呢也邀请到了中国新锐设计师当中的佼佼者，为大家呈现时装秀。哇，真的很美啊！京剧，哇，功夫熊猫！你们这些瞎扯，什么功夫熊猫，它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材质。其实选合适的帽子主要有3点，可是万一搭配不好的话，我们会担心。这就是刺头啊！哦，太帅了！好漂亮，仙女，一群仙女。这大概就是梦中婚礼的时候吧。我觉得五彩斑斓。空气刺绣，想象在水中墨水散出来的一些状态，空气烟花，手绘的花花，还有切碎的蔬菜。所以特别想把戏剧化的方式结合起来，有种那种沉浸式的那种感觉。对，就像在一个小剧场里面，然后每个人都坐在位置上，好酷啊！好帅！设计师一直隐藏其中。你当用这种电影的形式来展示这场秀，然后再看到这一些细节，我真的觉得是一种很贵族的感觉。谢谢。今天想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地域的少年的形象。它用了不同的面料的拼接，不同的工艺，你会觉得如此的和谐。看到面料其实都是压制的。天哪，摸起来我这20几年对于定义改变了。接下来呢，我们场上所有的人可以在4位设计师的作品当中给自己搭一套服装，完成变身。弟弟，在干嘛？摆 pose 呢？我以为你在摆地摊呢。那怎么整啊，哥？怎么整？哥教你怎么整。摆 pose 嘛，应该是这样。听说现在时尚达人都玩这个，咱也试试。祝姐，你快递到了。好，看看。这是我的时尚到了呀！走啊，哥，录节目去。不行，他们说衣冠不整不让进演播厅。那怎么样才叫整齐呢？最起码得有个外套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天天向上》2022新时尚发布会策划人胡斌、马艳丽、汪涵。欢迎大家来到由长康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原味原香绿色长康，欢迎各位。其实作为我们今天时尚发布会的这样的一个策划人呢，斌哥跟这个马老师参加了刚刚结束的2022的春夏上海时装周。有很多数据显示呢，这个上海时装周啊已经跃为全球第4了。我们当时想，这已经进入到第1方阵了。我特别想问一下2位啊，就是有没有感受到中国在世界时尚坐标当中的一些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变化？
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在20多年前，在时尚界，那个时候皮尔卡丹先生进来，那个时候的 oversize， 到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时尚的那个风标一直在转，它其实是一个大轮回。那这一次上海时装周让我还蛮惊讶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秀的场次是全世界最多的，今年，然后成交量是世界最大的，因为就是时装周它最重要是成交量。对，这次的上海时装周让我感受到很多能量，是真的是国际的能量，而不是只是中国的能量。对。其实像之前咱们讲到说时尚之都都是米兰、巴黎、纽约，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但是现在说实话，因为我是自己从穿别人的服装走秀，去展示别人的服装，到有一天我有机会能够荣幸的去做自己设计的服装，那这个过程对我来说真的是感慨万千。近4年以来，我觉得特别是在上海，我们这些年轻的设计师能够非常自信的用我们自己中国文化历史元素来去加入到我们的设计当中，况且能够很坚持自己的一种观点和思想，用这样的一种年轻而又有力量的方式，把我们的中国元素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因为只有在生活当中能看到，我觉得我们的品牌它才能够有灵魂，有灵魂它才能够走得很长远。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场上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啊，用一句话来说说你们心目当中的时尚，好不好？来，入行，今天这个是你的私服吗？是的。请坐，请坐。他这个不叫时尚，他这个叫顽固。我觉得我心目中的时尚其实就是自己穿着舒适。来，那个柱子，我觉得时尚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帅，很自信。我今天穿这个相当自信，相当自信。这个衣服是我自己找这个布料去做的。康哥，你知道他这个元素有点返璞归真，你知道吗？就是我姥姥是个裁缝，她那个大花被子就是这样。泽林，你认为什么是时尚？我觉得时尚就是黑不溜秋。这是你自己平常选的私服啊？对，我自己的私服，因为我觉得穿黑色可以不用思考，就是这样出门会快一点。我觉着加入一点不同的元素在，包括不仅仅是衣服，可能在它的装饰上也有所提高。我觉得这简单也是时尚。吉哥，你认为的时尚？我觉得拥有个人的风格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穿出来我会觉得我这件衣服我穿好看，你穿不一定哦。哎，个性，这就是时尚。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汪涵哥也是精心准备。知道我们是这个时尚大会，穿的跟那个服装厂厂长一样，你知道？就我们谁要是进布料就可以找他。我脸，我真的就不想说你了。不过我也觉得这是有点像发布我们第4季度开门红的感觉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心目当中时尚啊。其实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坚持就是品味”，就是你自己喜欢这种感觉，你就坚持穿10年20年，你就这么穿，别人慢慢接受了，甚至是了解了你的为人，或者是知道你的性格，发现你跟这种穿搭融为一体了。哎，对对对，是不是？对，我觉得坚持很重要。我觉得涵哥你说的非常对，其实很重要就是自己的一个态度。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讲到，其实你穿什么服装到什么场合，也代表着你对自己和对周边的这个氛围和环境的一种尊重。好，马老师还有这个斌哥，你们觉得今天场上这几位今日最佳？来，2位老师。我个人很喜欢这一套黑色。好，吴泽林。吴泽林的时尚巅峰。吴泽林，大胆地说出你在学校社团的名称。模特队队长。哦，真的假的？哎，那个戴帽衫的。哦，开玩笑，不，旁边那是他同学，他说黑色的那是我。对，人家刚说了喜欢穿黑的。哦，吴泽林，你以前是那个样子的？对。哇，模特队队长，背头左边的那个。啊，很潇洒。弟弟，你也是为难了，看出来你确实有点热，这汗冒的呀，哎呀。我觉得男孩子穿高领毛衣，一下子找到有一点那种高仓健的那种感觉。啊，
有味道，就是这种很绅士的这种感觉就油然而生。哥，绅士不是伸脖子。高领衫对男生来讲非常重要，真的因为它是真的非常重要秋冬的一个非常好的武器。真的，也不管你是搭白衬衫，你是哪怕是搭一件简单的外套、就很西装、大衣等等，所向披靡没有问题。马老师一说完以后，自信了不少呢。其实你们几个我真的都很喜欢，我都很喜欢。你要让我去非要选出一个的话，他只是刚刚说你的是领子，没有说人啊。没有，我是给他引荐一下。其实我刚刚你的那一句话，你说黑不溜秋，其实是一个很低调，同时又很狂野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因为黑色好搭，但是它也是非常有力量。马老师，很简单。你选他是吗？对。我这比他黑，他这还有点白的，我这不是倒是全黑不溜秋，纯的黑不溜秋。同样是两个一身黑的人。2位老师全部跳过了脸脸，全黑不溜秋，纯的黑不溜秋啊！2位有没有自己平常看到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年轻的设计师？有，还蛮多的。比如说像Masha，她在伦敦出道，然后她去巴黎做了非常多的高定。今年的时装周，她在上海做了她的第1场大秀，她经历了已经6、7年了。那这种设计师，如果说你在国外的话，你需要支持的话，像我们从事这个时尚行业的，别人一直说我是轰炸机，轰炸了30几年，但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做加油机，就是能够帮助一个年轻设计师。现在觉得帮助年轻人。我透过你的视线，然后看到那个杰克隽逸的眼神盯着胡斌的眼神。刚才是有一种被眼神穿透的感觉，哇！我为什么这样的眼神看胡斌老师？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册子，就是他的写真，翻过来，哇，这张好帅，再翻来那张也帅，哇，都好帅。还有一点重要的是，今天我看到他一点都没有变，这个太恐怖了，真的。25年就没有变化过。胡斌老师，你为什么连嘴唇都可以，还是一点细纹都没有啊？他今天的色号我待会儿告诉你。我觉得因为这洗味儿，天哪，好恐怖哦！哎，你那个一说，我讲话都不晓得啷个讲。嘴唇有点抖，搁这儿啊，不得说了。那么我们今天天天向上2022新时尚发布会呢，我们3位策划人呢也邀请到了中国新锐设计师当中的佼佼者。我们非常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天天向上的舞台，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国内年轻服装设计师的作品。接下来呢，我们将给4位设计师提供最华丽的舞台的曝光平台，为大家呈现他们2022春夏新款时装秀。另外呢，在这个时装秀结束之后，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可以挑选其中最喜欢的一套，一起完成天天向上2022新时尚发布的闭幕大秀。接下来就正式开启本次的发布会的第1场秀，请各位落座。欢迎来到天天向上2022年新时尚发布会现场。首先，您将看到率真、浪漫、自然的少年风大秀，来自设计师唐大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关键是，它这是一个概念，第一个出来的肯定是个概念啊。很青春大男孩儿，哦，好帅啊！哇，色彩用的好漂亮。对。很有样子，设计
些可以生产。它这个好像有一些古埃及的一些元素啊，它有放了一些亚洲的一些元素。哦，嘉宾出现。我是怎么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被抓走了？什么情况？不知道。突然一下子有卖了个关子，不知道这个环节。大家好，我是设计师唐大云。刚刚发现现场有一位特别有少年感的男孩，但是今天穿的特别不少年，所以我今天就把他做了一次改造。现在有请这位少年登场。完全不一样哦，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我的天！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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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哎，好看，真的。韩哥，我头一次见到这个模特边走边跟台下的观众说好看，好看，好看。自己都说好看，怎么样？我刚刚看那个镜头里面气势提升了不少。刚才那个斌哥说，真正模特换衣服的时间45秒，你那个有点像换头的时间。换头的时间。你这个都够我唱2首歌了，但是不得不说，年轻了5岁，阳光大男孩。年轻但不幼稚。对。对。年轻了5岁，阳光大男孩。年轻但不幼稚。升峰。好，我们接下来大云，有请，真的太棒了。大家好，我是设计师唐大云。今天想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地域的少年的形象，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大云是毕业于巴黎设计专业最好的这个高等学府，巴黎贝尔索时装工作室，师出名门，并且呢，他被人盯上很久了。他之前的时候就被这个 BUF 时装商业评论评为2020年最值得关注的15位设计师。全球范围内的，而且我们之前刚刚说的一直说少年感，因为有很多的时尚杂志，有很多的明星朋友们在拍的时候都会选择他的衣服，少年感十足。他用面料用的特别好，而且他的面料很有故事性。然后呢，你知道他的面料全部都是对称的，所以说在做的时候比较难。你看他整块布料上面，他的肩膀和他这儿所有的东西，他要把它比例要弄好。它其实很多的布料它都是一幅画来的，所以我是觉得你之前是不是有学过美术？对，我之前是从小学画画嘛，学画画，对这种图腾啊，所以他对图腾、对那个颜色的拼接、对所有的面料，他做了很多的研究。对，而且刚才那个斌哥也说，哇，这件衣服可以直接卖了，这件衣服也可以直接卖了。我们考虑的是，哎，这件衣服我们可以直接买了。其实我觉得今天汪涵老师是一个系列啊，厂长，咱是一个系列，我们走在时髦的前沿。我怀疑我们家厂长私自偷卖布料。没有，厂长第一个出来就是给这个节目定调了。问题是我只用了1块面料，人家用了好多面料。为什么特别会钟爱少年感的设计？大云。其实“少年”这个词，我觉得是每个人在成长经历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嘛。其实每个人心目中那个走在路上的那个少年，是我一直珍藏的。希望每一季的服装都带给大家这种少年的情怀，特别的好。我们刚才看到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元素啊，每个系列都描绘了好像不同地域。其实是我从公元前5世纪到中国的丝绸之路时期，我一直会通过各种服装来表现。第一组是古希腊的这种阿波罗的神话里面走出来的少年，是这2位。你像这个应该是有一个阿波罗天琴座嘛，阿波罗的是一个代表光明的这个形象，而且他也是世界上诗人的代表。对，他最后死去的时候，他的灵魂就是变成了诗人、音乐家，闪光的亮片铺洒在整个人间啊。
下一组呢，波斯少年。其实，在波斯文化影响下呢，我做了很多这种太阳文化的这种图腾。这套也好看，好看。刚才我就在说这套好看。这个配饰也是对，特别研发的太阳胸针，这种太阳少年的形象，这种图腾式的也是在贯穿在我们每一个系列里面。我真的有 get 到你的思想，老师。因为刚才在走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从第一位走出来，好像就感觉是一个很清新的一个系列。是。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走出来，我发现其中有一点野性。是。可能我是少数民族，我自己也是带着一股野劲儿的，所以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对有一些抑郁的感觉。对，我特别能感受到。好棒啊！第三组是西域少年，是通过我们丝绸之路下面像行囊包袱，还有比较代表性的宋锦，其实有一个宋锦的这种面料。你像这个包包啊，好像在敦煌的第16号洞还是多少洞，那个树上就挂着。对，去敦煌我也去了敦煌，对不对？这种很多的元素，就在那挂在那个树上。对，好漂亮。然后他穿的这种肚兜也是中国传统的，对，大家从孩提时期就穿的这种元素。哦，里面是一件肚兜。对，背后系带。是的，你可以看它背后。其实背后有一个转变，是一个少年到一个男人的转变，后面是一个领带的转变。太有新意了！前面转变太棒了，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好棒！好，下一组，最后一组呢是我们最新的一个系列，是讲到我们中国的新疆。对他这个衣服一出来的时候，我刚刚就像说有一种新疆的感受。其实新疆那边的人特别的淳朴，但是又特别热爱那种极致的色彩。那这种极致的淳朴呢，也是我们对少年的强烈的喜欢。而且还有这套衣服，一看就是因为新疆人载歌载舞的那个状态，这套衣服要跳起舞来也很帅。对。在我们大元的这个设计的这些衣服里面呢，有2件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衣服呢，就是卖一件就亏本，卖一件就亏本。这个衣服不能卖，只要一卖就亏本。几位猜猜看，哪一件衣服是卖一件就亏本？可以摸吗？感受一下，当然可以。是不是因为用料很贵？跟用料有点关系。我觉得是有太阳的那一套。有太阳的那一套。这个吗？但是我跟你说，看就看身上的配件，不要往兜里拿，要不真的是卖一件亏一件。少，越来越少。不是，那是看一件亏一件。我觉得应该是这件吧。好，这件有太阳印记的这一件。对。好，因为感觉这个东西特别贵。好，这个东西贵。东西。我们俩是意中人。好，杰克也是这样的啊。大云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你所有这些针织的，全是机器织还是手工？像那个倒数第2套是完全手工织出来的，对外面那件是手工的这种提花的面料，对。但里面这个是小里面手工钩针的，所以马老师认为这一件，对，我跟马老师是一样的。大云来公布一下，卖一件亏一件。其实马艳丽老师猜的这套确实造价也是不菲，但是其实有更高的价值的是这一套。啊，这一套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猜对。它究竟在哪？难道里面缝了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吗？包包里面有东西，你们猜一下这个底部是什么面料？有一张银行卡。是我们的那个麻袋的那个布料吗？其实外表很像是棉麻的那种，对吧？粗麻，但是其实它是榨蚕丝，是蚕丝的第一道最环保的一道蚕丝。其实是这个面料的本身的昂贵。然后在本身的比较高单价的面料上呢，我又做了一种比较重工的刺绣。其实每一道这种刺绣的颜色也是我们自己去特别调制的。这个真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这个门道真的在细节里面我们感受不到哦，哇！好，还有一件是用废弃的塑料瓶做成的，什么？猜猜看，就是那一颗太阳。我们摸了这么半天，我们从哪摸到塑料？闻一下塑料的味道，3个。废弃的塑料瓶哪一个？5、4、3、2、1，好，来，我们4个兄弟，像这个哦，这个还是这个哦。好 ，OK， 好，对，小齐。那个太阳，对 ，OK， 我也觉得是太阳。太阳 ，OK，我觉得是最边上这一件。对，我觉得太阳 ，OK。马老师又做过模特，又做过设计师，现在还当评委会主席，把你架起来了，我告诉你。这件。来，哪一件是用废弃的塑料瓶做的呢？请模特向前。1、这是塑料。哪里？其实你们看到的这种纯色的面料，其实都是塑料瓶压制的，以及它们也是我们每一季所剩下来的面料去回收的。
天哪，摸起来完全没有。我这20几年对于塑料的定义改变了。它是100%塑料之后，塑料瓶压制而成的纤维，然后做成的面料。没事儿，我们自己在家压，肯定压不成这样吧？压不成。你们在压的话，就是收废品的时候咔压一脚而已。这个工艺就已经很贵了，这是拼接在一起的。而且刚才马老师也说，其中的一个包很好看，那个大包。这个包包有现货吗？有的，其实这个包包是我们平时用废弃的面料所组成的，特别好，特别好。这个让我特别感动，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做衣服的时候，有时候我特别可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年很多面料裁完以后会有很多浪费，那这个浪费的面料，其实你看它很美。但是我觉得大云用这种方式让它去产生出另外一件作品，然后还是如此漂亮，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好的设计师。那我问一下大云老师，还会不会用到其他的一些环保？其实除了塑料瓶压制的面料，其实我们最近团队还在研发一种海洋垃圾所研发的这种面料。我们非常非常谢谢大云啊！希望每个人心目当中都可以永远像斌哥说的，保有那种少年最原始的纯真和无畏。我们接下来请大云跟我们一起欣赏本次新时尚发布会的第2场时尚大秀，大家落座。接下来您将看到一场如梦似幻、浪漫天真的时尚大秀，来自造梦少女设计师方妍楠。哦，定调，第一件要定调。对，第一件要定调。我刚在艺术的这个灵感，你看它从不同的角度，别到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欢迎，学长好可爱。欢迎楠楠，欢迎楠楠。我们楠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哦，大家好，我叫方妍楠。有种感觉，看上来就是很少女。前面我们是少年唱的嘛，现在是少女感十足，是吧？而且我们生怕今天又会突然拉起来一个小兄弟拉走，然后去换件衣服出来。既然你站起来了，哎，我就再坐下吧，还是。其实就是楠楠看上去很像一种邻家的那种，你看特别像是一位小妹妹。对，楠楠是哪个学校？哪个学校读书？伦敦的中央圣马丁。你别一说话，我真的跟我们搞得也很紧张。对，韩哥，你是他的教导处主任吗？难道？有点感觉这个服装从厂长一下子变成教导处的了。是的。是哪一年在那边读书？
15年毕业的。15年毕业，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做自己的？6岁的时候就梦想想做服装设计师。哇，6岁开始有梦想。6岁，19年入围了一个大奖。这个大奖叫做LVMH。这个奖是不是？是大奖，是鼓励年轻设计师的一个大奖。是大奖。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斌哥就跟我说，这个一定是他想象的梦想当中，比如说宇宙啊、星辰啊、未来。对，是的，有时候就泡泡系列是，潜水的时候，然后看到哇，成千上万的就是泡泡，然后飞走，然后就很想捕捉下来。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喜欢的作家杨绛先生，他说过一句，他不能吹泡泡，他说它是一滴清水。然后我就想，我们的系列是可以，身体是它的一种进化，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泡泡铺满身体，想把它变成现实。比如说这个系列叫 Airtime，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想象时间是抽象和自由的，所以我们想象了水珠如果漂浮在空中静止的那个状态，就是漂浮在空中的水滴啊，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 Airtime 系列的这个头饰，这个头饰的主题是时间。然后这个头饰的话，它是一个像喷泉，但是喷泉的状态就是静止在空中，然后变成了永恒。然后还有这个头饰的话，它的主题是一些梦境，所以这个梦境我们做到的梦是一个天上的星星变成了透明的水珠状态，然后就变成了泡泡星星的一个头饰，真的很好看，很美。然后就各种梦幻中或者梦境中的想象，想把它变成现实。对，你包括那个海星是吧？对，海星就是一个水晶的海星，水中捞出来。这个很漂亮，很美。其实我也特别好奇，我也想问一下，怎么了？你是不是觉得刚才某个地方扎到你，有像做针灸的感觉？没有，一直以为他在 Q 我，采访我，要采访我。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看楠楠，就我们设计师设计了，但是穿在我们模特身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首先就感觉很梦幻，是每个女孩的梦。对。然后其次，这个头饰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好看就不重。对，这句话绝对打到你，对不对？真的，好看就不重。打到我。他今天这些都是你爱的，一出来就看出是你爱的。闪的不灵不灵，每一个女生都有一个闪耀的梦想的。但除了这个配饰之外，因为它出来的时候，我一直注意到它的每一个衣服一直在煽动，一直在抖动，很梦幻。我跟你说，刚才斌哥就跟我说了，他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手有可能一拎，他的衣服的形状就会发生变化，它就完全线条就不一样了。但是这个是什么工艺呢？是手缝上还是怎么样？就它是由哪种工艺或编织工艺完成的吗？这里的话有3种工艺：空气丝带、空气刺绣、空气烟花。对，所以楠楠有一种特别独创的这个空气编织法，是不是？这个听上去好像要申请专利一样。空气编织是我们独创的一个工艺，然后它也是让我入围很多奖项的一个特别独创的一个面料材质。它有最复杂的有9层的面料重叠在一起，然后它可以又是 2D 的又是3D 的，让面料完全的自由。然后而且它也不会怕褶皱。然后也不会受于身材的限制，它又可以让 size S 的人穿，也可以让 size XL 的人穿。一件衣服可以适合很多体型的人。然后像空气烟花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手绘的一些折断的花花，还有切碎的一些蔬菜。然后都是我跟妈妈一起手绘的一些图画，然后我们剪成丝带，然后再让它重生，变成一朵一朵立体的花，然后再组合在一起，呈现一种像烟花一样的一个效果。然后比如说像这件的话，我们这边是收紧的一个状态，就会展现身体的轮廓，然后它就有一个飘逸的一个尾巴。然后每一件衣服会想象它是一个不同大自然中很治愈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像这一条的话，它就是又像一个花园，然后又像一朵盛开的鲜花，然后每一组都是不同的一些印花。这个好看。
还有一种我们自己创新的工艺叫做空气刺绣，比如说这件的话，我们想象了一些，也是一些花和花园，然后它就好像飞在空中的一个状态，然后里面全部都是4、5层欧根纱，里面参加了一些羽毛，所以在远看的话，它可能会像一个立体的水彩画，展现一种朦胧感。你这么一说，你看它一层一层的里面那个颜色，是吧？隐隐约约，再加上它这个丝有点波光的那种感觉，它是叠加在一起，有这个有层次，有层次就显得特别不一样。这件衣服也挺好看的啊。我们另外一种面料的创新就是空气丝带，然后空气丝带它是一个非常可持续的一种设计方式，因为它只用条形，然后条形的话我们会组合一些不同的颜色，比如说这个的话是当时爸爸拍给我一个飞机降落前云朵中透出的光结合出来的一个颜色对比，然后这个都是用条形，就不会有任何面料浪费。这些面料都是你自己想好，然后就找人去做吗？就是我们找这个颜色和面料，然后我们自己就我跟妈妈一起配色。跟妈妈一起。对，妈妈是给了我很多的灵感。比如说当时我们创作一个空气刺绣的第一条裙子的时候，我跟妈妈说啊，我想要一个花园，然后下面是花，上面是蝴蝶，然后她就在8层欧根纱当中用不同的颜色组合，成为了一个立体的蝴蝶，就好像在飞，然后边上它又加了一朵花，让它非常的生动。也太浪漫了，主要是我听他讲的这个过程，对它的设计理念，而且是跟妈妈一起。其实楠楠我真的很感动，因为觉得现在很多设计师有的时候是为了设计而设计，但是我觉得像楠楠他们的是用心在设计，他们是有感情在里面。对。而这个感情设计出来的每一件作品，它才有故事，它才有灵魂，有生命力，它才有生命力，它才和我们能够合二为一。真正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品质。对，我们去年做了一个项目，我记得，我们希望能够去挖掘101位来自全球各地的设计师，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去做自己的任何设计上面的一种发布、分享、研发、秀等等等等。有这样的一个专利，其实相互之间都是一种链接，也都是一种力量的这种链接。谢谢楠楠啊，谢谢楠楠。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秀，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新品秀，来有请。接下来您将看到一场经典黑白灰的时尚大秀，来自设计师李俊。他们俩为什么要交换位置呢？刚刚。我老给事情，他马上不在。OK。Perhaps it isn't too late if our wish is granted. I want enough 好 money 看 to 啊！ meet 这 the 一 men 场 and the 居然 committed 看话 vows 剧 of 一 this 样。 life. Yes, 3 days. 这是一位少爷吧？打手，一看就是打手。他做很多的结构，会让这个衣服的结构变得更好。
尤其是男生的肩膀很重要。他在肩上做了一些结构以后，那个肩就变得很好看了，要不然就一块黑，破开一点点好看。哇，这个好高，这个太高了，穿就是拖地裙。哎，设计师，他一直坐在里面，一直隐藏其中，哇！哇，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我们很少看到这种独特的这种时尚秀，大家感觉特别不一样，有种那种沉浸式的那种感觉。对，就像在一个小剧场里面，然后每个人都坐在位置上，然后还穿插其中，互相他们还会有这种打招呼的环节，而且整个风格都好酷啊！刚才他在说，哇，大步走路的女生好帅哦，大步流星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一次呢，特别给每一个模特都做了一个小的角色设定，因为其实这个场景呢，我是把它模拟成了一个虚拟的电影院。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呢埋藏在这个电影院里面。怪不得刚刚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走位的设计？大家可以猜一下。真猜不出来。因为我刚才有看到我们这位女生，她就是我说的那个大步往前走女生，超帅。所以我想知道她是什么角色。你先猜一下。我猜本片主演杀手之类的吧。她是一个女保镖。首先这一套 look 是我们今天这个所有衣服里面唯独一件没有任何印花且全身都是黑色的套装，下半身穿了一条比较紧身的带有开缝细节的紧身裤，这个风衣的背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缝的细节，所以整体的感觉是比较酷比较冷峻的。其实他要保护这里面的一个人。好，还有联动性。OK， 好，他要保护的是谁？猜一下。我觉得应该是离他最近的人嘛。哎呀，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怎么心里面一紧，好像要搜我的身一样。哦，不对，他保护的是不是就是你啊？不是我，不是我啊！你猜一下还有谁？就在这个里面吗？对啊。我觉得是这一位。虽然保护的不是他，但是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他是一位诗人，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坐在这个电影院里面，在沉思，他在观察这个社会，观察这个电影里面发生所有的事情。而且你看他的肩膀这里做了一些设计，对，你看这些地方稍微拨了一下，这个就不会让你感觉视觉上有点板，是吧？包括很小很小的细节。毛边的一个领口也是想表达一个诗人的一个比较洒脱的不羁的性格，思绪，是吧？思绪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这么理解啊。那我公布答案吧，好吧？好，你公布答案，保护的是我们最后一位走秀的这一位帅哥，真的是他，对，他刚刚有在转场，有换位置，我刚才他走了2次。对，因为他是一位少将的儿子，是非常重要的人，所以在开场的时候呢，他就故意调换了他的座位，不让别人知道他坐在这个位置。原来是为了那一刻，所以他开场的时候故意拍那个肩膀，说你走开，我坐这里。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作品？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看电影，然后呢，电影在我的整个就是设计生涯当中给我起了非常多的作用，因为它给了我非常多的灵感，所以呢，特别想把2种形式能够用这种戏剧化的方式结合起来啊，做这样的一个秀，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风格。李菁其实被誉为最善于将东方的这个韵律啊融合在设计当中的设计师。我们来考验一下大家对这个东方元素的理解，大家来找一找它的这个设计当中啊，哪些融入了这个东方的元素。斌哥，你有没有这个？刚刚他说最重要的这个人，这件衣服，这个面料，它是织在一起的还是手绘的？其实是提花织在这个面料里面的。
能跟我讲这个提花，你是用什么做参考的？这个提花？我们在做所谓东方元素设计的时候，尤其是我个人不太会用一些非常具象化的东西，比如说灯笼啊，然后盘扣啊、中国结啊，因为这个太具象了。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设计可能更多时候是讲的是一个意境和一个气格。所以说其实在这个花型上，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它是一个阳光照射在花朵上，通过这个花瓶洒落在地上的一个倒影。所以这个花是一个非常非常抽象，但是留有一些想象空间的一个图案。而且我感觉这个花就是很有张力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是打到天空里的那种烟花，朵一朵的砰砰，是吧？感觉就，你看，本来说他是将军的儿子，大家没有什么感觉，一往我身边一站，就有将军的儿子的感觉了吧？将军你好，这是犬子。哎，喜欢黑色的那个吴泽林小朋友，来，你过来一下，来，对，这是将军的二儿子，但是走路的样子有点像将军的傻儿子。来，次子，来，你好，方不方便把衣服给他稍微试一下？他是方便的，吴泽林你方不方便？你方不方便给大家拖一下？不。真的容易拖到地上，我试你感受一下。哇，里面好厚啊！对，它这个里面是有一个可拆卸的内胆的因为其实男生冬天的时候，我不想穿得太厚重，对，同时又要保暖，所以就做了一个这个可拆卸的内胆。吴泽林，我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穿到我身上为什么是这样的？你别说，我觉得你里头那个皮衣在那儿一翻，还跳出来了，好看的。我们给点音乐好不好？可以的，看背影比看前面好多了。你能退着回来吗？怎么样，斌哥？棒！里面那件皮衣反倒。对，出感觉了，是不是马老师？是因为如果没有里面的皮衣的话，它撑不起来了。能够完全撑起来。还有一种那种痞帅，就是好多女生会喜欢那种痞帅的感觉。你看，哎呀，我还挑眉，我这里没有，哎呀，哇，你这个现在二儿子很风光，现在。演员们一直坐在这里也挺累的啊，我觉得腰肌劳损是吧？腰间盘都要突出了，赶紧休息一下啊！辛苦各位，这个姑娘你终于笑了，真是不容易哇！一直挡在这个地方，其实好想笑，没办法，一直在忍。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我想问一下那个李娟，就是黑白灰这样的3个颜色创作的空间大不大？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如果一直是黑色、白色、灰色，会比较局限但其实黑色呢，它是需要经过染色处理才能变成的一种颜色，但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成分会给到完全不一样的黑色。比如说像这条裤子非常的直接，因为它其实完全就是一条黑色的裤子，但是它的拼接不同的面料，你看就这个黑色的灰度它是不一样的，对吧？它材质之间的对比，然后包括其实像这个黑。它就有一些泛蓝，因为它是一个棉质的材料，所以它的染色之后会有这种效果。这一件就是一件拼接的衬衣，可以发现这个黑它就泛红，有区别，对。这边这个黑它就泛蓝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看了他很多的作品，那他做的很多的细节是我自己会去花钱买的，因为我也喜欢黑白灰。黑白灰其实不容易穿得好看，是就必须要有一些线条，那个对版型要求很高，对面料要求很高。对，谢谢斌哥。其实李俊先后参加了伦敦时装周、米兰，而且是第一位被全程赞助进入米兰男装周并排入这个官方日程的中国设计师，这个是不是也是很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中国设计师有没有在米兰时装周上有，但是全程赞助的就这一位。谢谢斌哥，谢谢。那你在走向这个国际的道路上，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坎坷，或者是？一定是有的。首先，中国的这个服装历史跟西方比，肯定是比较短暂的。他们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那就像是如果今天一个老外来唱京剧，你说要让咱们中国人认可他，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所以在他们的体系下，你要去
做出自己的风格，然后让他们认可你，其实在初期的时候是挺困难的。我喜欢研发自己的面料，所以我找到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面料公司，想让他们帮我去开发一些面料。但他们觉得可能中国没有设计师，你能做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对，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看来，就是最开始是我希望你认可我，到现在你希望认识我。所以我觉得应该为此骄傲。我觉得那些经历都是财富。是的，是的，不用有任何压力，我们前浪不怕你们在后面追。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往前冲，冲出让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看到咱们中国自己的品牌。好，谢谢马老师，一定，我们一定。韩哥，就是我之前是有了解到李俊老师还是一名舞者，对吧？对，其实以前在 Caster 有跳街舞。啊，真的吗？街舞 Caster 很厉害。那我们音乐响起一下。哇，这个见识了，气质瞬间转变。专业的花瓶，我。哇，帅到了！哇，衣服做得好看，跳舞跳那么好看。没谁了，我们这些设计师还怎么办？他最后那个收尾也很漂亮。他一跳完了过后，又再回过来那个低调的状态。就喜欢这种就是很低调的男生，突然一下给你来一个才华，你根本 hold 不住。非常非常感谢李俊。当然，接下来给大家看最后一场秀。最后一场秀的重点不在服装，而在帽饰。哎，不一样喽。究竟这个帽饰能够设计出多少花样？我觉得极客应该会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啊。确定哈？对，来，我们继续看秀。最后，您将看到的是独具匠心，将诗意和东方文化完美融合在帽饰中的时尚大秀，来自设计师隋逸达。抓住了你的心。哇，不会摔跤吧？哇，这模特还有点舞蹈功底呢。哦呦，太酷了，那是鹰吗？这个太帅了。东方文化，那这应该是哇，功夫熊猫，斗笠。不简单的这个。京剧，京剧。
欢迎欢迎，谭哥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欢迎 Hello 益达。我们请那个益达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其实第一个姑娘出来的时候，我们好担心她哦，担心她就看不到。对，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偶像剧的格言，叫做“当你很痛苦的时候，请你倒立，这样你的眼泪就不要掉下来。是的，是的，是的，有没有看到？人脸的，对，它是一个倒立的人脸。人脸手近了才看到，对，所以这是眼泪嘛，在往下流对，淌。是眼泪。然后引出第二个留言，就是女人的眼泪都是钻石做的。哦。然后就这样，就是钻石的眼泪滋养头上开的花。哇，漂亮漂亮。好，刚才第二个出来的，哦，这个我们一看就绝对学舞蹈的跳舞。是的。你看看，是的，是的，动作特别的漂亮。对，我特意选它来带这个，因为它可以表现飞天的感觉。这个是一个飞天的灵感。对。就像现在大多数人看到飞天、敦煌，可能会想到它的色彩。对我看到飞天的感觉就是线条。然后我就把飞天飘带的那个线条放进来了。哦。第三位。第三位喜欢哪个？这个。大家很多人喜欢，很多人喜欢这个。这个其实是我想做一个鸭系列，但是呢，我在想鸭系列的这个同时，肯定就是一只乌鸦的形象在我脑子中飞过。哦。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乌鸦冲破人头的那个感觉。要实现它，可能得做一个真的乌鸦标本，我觉得有点太残忍了。我就做了一个假的翅膀，然后从超市里买那个鸡的爪子，做了一个防腐的处理，然后做了定型，它就有一点情绪在里面。这是五谷凤爪哦，有骨凤爪。我说怎么闻到了让我很饿的味道？甜辣口的，甜辣口的。对，这个很漂亮。然后这个其实是我近期做的，我把它叫做摇滚精灵系列，其实就是很叛逆。然后上面大家看到这个花儿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绒花。绒花。但是呢，我怎么个叛逆法呢？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绒花，它都是所谓的莫兰迪色，就是饱和度很低。我偏不，我就要把它做的饱和度很高。然后呢，绒花是真丝、蚕丝做出来的，它很多跟天然纤维放在一起组合。我偏不，我把它跟这个金属，真的，他们怎么是一个这么叛逆的事？偏不，我就偏不，偏不。对，然后绒花在古代戴在头上的，我偏不，我就要戴在脸上。所以就是它其实是精灵，但是它有个 rock 就很摇滚的精神在里面。只是私底下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是马老师特别要随偏不随偏不。这个是什么材质？益达？它有个英文名叫 cinnamon，cinnamon 它是一种麻纱材质，就是英国女皇很多戴的头饰或者皇家戴的头饰那种材质，它是一种复合材料。然后像这个上面的这个是属于针织，然后上面压的一条一条的，是纸做的，是纸跟呢绒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你可以低一下头啊。我也没看到。你看，你不着急，这个动作做久了，别人会同情我们的。就是用纸跟塑料，就是矿泉水瓶回收过来的东西编出来的。这个也是环保。对。我们是可以试戴各种各样的头饰，我还有好多。快给我们展示一下。来展示一下。我天哪，这都是帽子。对，帽饰啊。你像那个就感觉像是一个单独的饰品，非常的美丽。哇，真漂亮哎！益达老师，你知道他做的帽子太多了，他之前的作品真的是各种时尚杂志拍摄照片里面都会出现他做的帽子。哇，好好看！而且这里的帽子啊，不光是在时尚杂志当中出现，很多表演啊、影视剧啊、舞台剧当中都会出现。天哪，天哪，天哪！天哪，我这个帽子控。益达，你给我们来讲一下你最喜欢的3顶。这2顶是我最喜欢的杨丽萍老师，我为她定制的。哦。然后这个是杨丽萍老师跳孔雀舞的时候戴的那个孔雀之领。孔雀的羽毛，还有这个也是孔雀羽毛。然后这个是杨老师孔雀之冬巡演做记者发布会的时候戴的。哦，太漂亮了。
这个头饰呢，我们当时想的时候是杨老师跟我们说，他为什么要拍《孔雀之冬》？他现在年纪已经到了就是我们人类年纪的冬季，然后但是呢，他想让他的精神依然留在舞台上。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让我特别触动，我就特别想拥抱他，所以我就做了2个小翅膀一样的环抱的感觉。然后因为是冬天，所以就是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雪花的状态，压到上面出来的就是孔雀羽毛。老师，你也做护膝吗？做护膝吗？啥玩意儿啊？护膝。帽子哦，这个是帽子，那个可以试一下。来吧，你既然拿了，这叫谁敢打我头？哎，你这身就很搭。哎，和你这身皮衣有点搭哦。这样的吗？哇，简直就是你的帽子。哦，这就是刺头啊，这就是刺头啊，刺头。哎，危险！带着这个去挤地铁，我告诉你。韩哥，我想选这个太炫了。来吧啊，可以。这个真的好好看。来吧，柱子你上头吧。哎，可爱。哎，好好看。可爱。走起来了啊！长沙人的自信啊，不好意思啊。哦耶！长沙的仔，好喜庆哦！感觉过年要穿这个来家里要发红包的，感觉没有走出长沙娃子的帅气，走出了长沙娃子的宝气里。现在马老师已经相中那个帽子很久了，我发现。哇吼！马老师，哇！马老师已经戴好了，他有一种那种霸气在里面。哦！哦！马老师范儿太大了。就这么稳。对，但这个帽子真的是非常有设计感。但益达我很好奇，因为我们刚看帽子的时候就在担心这件事情，就是帽子搭配好的话，真的会很加分。可是万一搭配不好的话，我们会担心会踩雷，会出现问题。所以说，怎么会搭配帽子能搭配好看一些呢？其实选合适的帽子主要有3点，第一个我们要看脸型，第二看肤色，第三就是看你整个身高的比例。为了讲得更明显一点，我特意给韩哥做了一顶帽子。哇哦，这个吧，这个可以吧？韩哥别吓着啊！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接下来呢，我们场上所有的人可以在4位设计师的作品当中给自己搭一套服装。啊，柱子，你搞这件？我觉得可以，没问题。我想说这个是女装啊，你要试一下。女装？对，你先套一下。好，都选好了，赶紧撤场。闭幕大秀，有请模特们登场。哇，我斌哥，你看我们的公主范儿太大了。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原味原香绿色长康，长康纯芝麻油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其实选合适的帽子主要有3点，第一个我们要看脸型，第二看肤色，第三就是看你整个身高的比例。为了讲得更明显一点，我特意给韩哥做了一顶帽子。哇哦！哟，就更像厂长了。感觉很有故事。神秘莫测。是不是现在应该有一匹马？对，西部牛仔的那种。Cool。这个是您看我们的节目观察了以后。是的。为什么选择一个这种就是摸起来很硬，但是看起来很软的材质？就因为我觉得韩哥有点彩虹屁了，但是是实话。来，尽快来。
我觉得韩哥是我认为，当代文人应该有的样子。但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其实你可以很轻松地活在这个世上，但是你不经意间地流露出你的文学底蕴，而不是说摆在学校里高高在上的，就是那样架起来的那个样子。哇，好彩虹，好舒服。这是实话，这是实话。好舒服。我要帮脸脸问一个问题，有没有特别适合脸脸这种脸型的长脸型的？有的，像脸脸老师的，因为他的这个三庭比较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尽量选择的帽子是盖住上庭，或者是盖住到眉毛的位置。比如说渔夫帽，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戴的特别多的渔夫帽。这个吧，这个可以吧？可以试一下。我说实话，有点死心了，不想试。为啥呢？怕太合适了吧，拿不走。他这上写的媒体样品，不做销售。你就是媒体的。哎，还可以，真的可以，有一半挡住了，完美。这个是我说的比较适合脸脸老师的帽型，我挑一个不适合脸脸老师的帽型。啊，不适合？什么不适合？让我们看看到底有多不适合。哦，您真的说对了，这个就不适合，是不是？你可以试一下。哎，又增加了新的高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脸脸老师戴的这两个帽子的区别。因为帽子我们首先要明确两个名词，这个部分呢叫帽冠，这个部分呢叫帽檐。我们在选择帽子的时候，在看脸型的时候，我们要让帽冠的这个竖直的这个线，跟我们的颧骨、跟我们的腮几乎是一个竖直的状态。如果它太小，那就会显得我们脸比较大。第二个点就是帽檐，当我们这个脸上肉稍微有一丢丢多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大帽檐或者是中帽檐，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对比关系。所以脸脸老师刚才，哎，所以脸脸老师刚才戴那个棒球帽，它是一个。给我一个扫把，我要飞走。我不愿意跟你站在一起。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渔夫帽还好，是因为渔夫帽的帽檐啊，它往外张，它的张力是可以的，对，它的张力就比棒球帽要大，所以就会弱化我们脸部的线条。各位4位优秀的时尚设计师呢，已经把作品都已经展示出来，大家都了解了。接下来呢，我们场上所有的人可以在4位设计师的作品当中，给自己搭一套服装，从衣服到帽子，你自己任选，完成变身。我们请这个胡斌老师和马老师分别给大家予以指导。开始。逛商场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哎呀，哥，我真是挑战一下，你要脱掉裤子。不得不这个不穿裤子，这肯定是穿裤子。你的眼花缭乱，来回游走。这有点还不会弄呢，这有点不好选。选反差大一点的，你平时是这样的，你做一个反差大的，我觉得就酷了。胡老师，哎，这个挑战一下，挑战一下，你可能要脱掉裤子哦。啊，柱子，你搞这件？我觉得可以，没问题。我觉得这套你可以拿下。可以的，没问题。它形式感又够，对，你头发也不需要再做，你直接套上，直接就有了。好的，我有目标了，对不对？李翔，我觉得你都可以，都行啊。我觉得你里面都可以穿外套，叠的。叠加，对，要不然光一件有点对，叠加一下。我准备这个，这个是女装啊，你要试一下。女装？对，你先套一下。朱子杰，你这种状态有点像进货，真的。盆满钵满的了，赶快走。有点像进货。你都是个袍子。没想到挑到最后的是这位朋友。因为我难，啊，好吧，你去试吧。我先试是吧？好，都选好了，赶紧撤场。接下来你要看到的是本次新时尚发布会的闭幕大秀，有请模特们登场。哎呦，若航，这个可以的。他蛮会走。
这个也可以啊，那我看配的那个帽子。可以的，祝子杰这个驾驭成功，不要笑。郑恒这个也可以。哇，厦大的，哇，厦大的这位同学，厦大的这个手抖的啊。哎，这走出了老父亲的感觉。哇，这几步。啊，小齐这个也可以的。哎呦，秉祥这个好，秉祥这里面我们刚才研究了一下，非常好，秉祥非常好。你看我们的公主。你看我们极客一上来，感觉舞台就是他的，他有一种那种霸气在里面。哇，我斌哥，哇，你看他的刀削一样的脸呢，我天哪！哇！如果刚才极客是公主的话，这就是女王。马老师范儿太大了，马老师范儿太大了，所有的设计师都说好稳呢。哇哦！哇！一波回忆杀，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我们有请所有的设计师，来。有请，看到斌哥跟这个马老师两个人又同时在 T 台上出现，太棒了！我刚刚看的时候，我想到一个词是陪伴。他们两位这些年来彼此之间，无论是这个舞台上还是舞台下，彼此之间的陪伴，更多的是他们两位愿意带领着这么多年轻的设计师一起陪伴着他们去成长。刚刚在很多我们录制间隙的时候，他说我们一定一会儿加个微信。后面明年的什么时候展一定要这个样子，你这边一定要这样去做。他们一直强调说我们会陪伴你们长大，未来这个环境这么好的情况下，我们愿意再拖你一把，让你走得再更快一点点。所以这样的一份陪伴，既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也是在影响我们的。所以我们也特别荣幸能和两位老师一起走上这个舞台。我们都赶在了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对，我们中国的每一个设计师拿出自己的作品，站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舞台，我们都没有问题。我希望，我也祝福咱们中国的每一位有才华的设计师都能够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设计的态度和理念，一直往前走，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时间也希望就是所有人相信我们中国自己的年轻设计师。这些年轻设计师，今天你们看到的，他们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有名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骄傲。其实真的，我知道你们走到今天不容易，已经7年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走下去，帮我们所有的中国的宝宝们穿上更好看的衣服，更时髦变得，好不好？好。时光荏苒啊，我们在场的几位年轻的设计师，未来也希望你们能够活成像斌哥和马老师这样彼此相互扶持，彼此相互关爱，让中国的时尚界握指成拳，有一种不一样的力量。其实我们中国的时尚经历了很多时代，从最开始就是以西为重，然后到后来弘扬中国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我觉得服装包裹的是一颗伟大的了不起的中国心，是来自自己对自己文化的那种强大的自信。我们当然也希望电视前各位年轻的朋友，不能说很俗气的话，我觉得用你们的消费去表明你们对中国时尚支持的态度。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时尚的魅力，感受到了年轻人的魅力。其实爱美和追求时尚是没有年龄界限的，时是时光，尚是崇尚。让我们再次用掌声
感谢所有的年轻设计师，也感谢我们熟知的那一系列的时装模特，谢谢他们把中国的美推向了世界，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再次谢谢各位。也像韩哥刚刚说过的，对于时尚的喜爱，对于生活的热爱是从来不会受到年龄的限制的。在我们湖南永州的六崖市村，就有一位老奶奶，她已经92岁高龄了，但是她非常热爱时尚，甚至影响到了整个村子里面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所以我们的向善小分队以及我们的小兄弟一同去到了那个村子，帮助村子里的老人家们完成了一个小小的心愿。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接下来一起去看一看。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想一下，空气好清新哦，有一股鸡鸭鹅的味道。哎，那我觉得我们就不如搞一个时装秀。我不可以，我就教他煮菜煮饭。小伙，我发球，我可以。家里衣服不好看。啊，都不来，都没有见过那世面。我们这是养鸡的，怎么会做大企呀？打扮一下就很漂亮。这个年纪还打了是吧？还有几分钟了，不知道能不能搞完哦。身体稍稍有点没谱。哦。1分钟倒计时。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原味原香绿色长康，长康纯芝麻油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爷爷化好妆了，爷爷您穿一个亮色的外套吧，这套好好看，我都想。哎，到时候再给您配一个侦探帽，口红可以稍微红一点，妆好像不用那么浓密。好，现场准备，3、2、1，开始。我叫罗伟明。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家是我的奶奶。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奶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奶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村子里走街串户的给邻居们炫耀自己最漂亮的装扮。是那么快的，我等你这么久了，你是那么快啊！想一下，空气好清新哦。哇，有一股鸡鸭鹅的味道，绝死了。你好，大黄，这是小黄吗？哦，这是小黄。伟明哥，我们来了，你好，好，奶奶好，奶奶好，坐，奶奶好，你好，你好，好年轻啊，奶奶，怎么这么漂亮？夸你漂亮，漂亮。我妈这都这个，穿的好 fashion 啊，这个耳环好漂亮，对啊，亮晶晶。这个帽子是给他买的，给奶奶买的。你看这鞋子。奶奶搭的都好潮啊 ，fashion。奶奶给他展示一下，来，来。哦，喂。奶奶真的92岁吗？这么开朗，好好看，真的好好看。那这个奶奶的造型都是你在做的？是的，而且奶奶每次穿了衣服啊新的，她特别开心。是的，是吗？就是美嘛，是不分年龄的。我觉得能够发现美，我觉得能够让老人家，让他们也能感受到，原来我也是有很美啊。我觉得特别快乐，也是留下一份很珍贵的记忆吧。我觉得。对啊，我发现真的到现在看来，伟明哥是我们见过这个村子里最年轻的人。那你之前是在哪里干什么呢？哦，我之前是在法国巴黎做那个时装周。你在法国巴黎做时装周，带领了我的一支队伍，也做了很多时装周作品。然后现在看不出来了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奶奶要不也去法国巴黎走一下时装周？她也想去。怎么想着说要回来的？因为我从小是奶奶帮我带大的。哦，对，我3岁的时候就奶奶帮我带
带着我的。那现在在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做了一家食品厂。食品厂对，就是在我们村里，像他们种的辣椒啊、种的芝麻、种的花生，我们都可以收购，然后可以做成产品销往出去，这样子可以增加他们的乡亲们一份收入吧。魏明，有时间吗？帮我剪下头发。哦，好的好的，先帮忙剪头发。那你帮个头呀？好的好的。好。剪头发。对，阿姨好。你好。您这个设备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的天！我是随时带着的。我操！哦，像有时候我们在路上，有些爷爷奶奶，有时候他们腿脚不便，他们跑到这样去剪头发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你去哪里？他说我去剪头。我说那没搞，直接在路边给他停在安全地方，直接给他剪了就回去了，对吧？就方便一些。我的天，厉害！有时候去剪个头发可能要走那么远，因为我们这里村里是没有美发店的。我们这个村的头发都是他剪的。那这样一刀就剪得差不多有个形状了。它这个地方不能太短，太短了会显得比较大年，它就这样收一下。罗大哥现在干起来就有那个味儿。手艺好。Oh my god！ 火！这长度满意吗，小戴？满意。您看都没看呢，就满意了，就满意了，这么满意？我知道他的手艺。手艺。阿姨，你觉得伟明的奶奶漂不漂亮？漂亮啊！我们全村的人都很羡慕。她穿此衣服好漂亮，在我们面前翻来翻去。他奶奶们也想把自己变得漂亮一些。哎，那我觉得我们就不如搞一个类似于时装秀。因为爱美之心，我觉得人皆有之嘛。特别是奶奶，特别希望自己打扮得特别漂亮。他们有的好像是说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所以我们就有了做时装秀这个想法。阿姨要不要走秀啊？要不要变漂亮？你闭眼。我们今天就让他们享受一番。OK。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可以啊。罗哥他们应该是邀请那种比较远的，他去外面村外逮到一个阿姨、奶奶、叔叔，就来参加时装秀。老板，你那个油菜种完了？种完了，回来做饭吃了。哦，辛苦了。我们做了一个时装秀，想邀请你去参加表演一下。什么时装秀啊？时装秀就是穿好看的衣服，然后在台上走来走去，然后打扮。那我们这么老的，没事，没走嘛，打扮一下就很漂亮。这个年纪还打扮什么？我不可以，我就叫他做菜做饭，小伙我发球。我可以，家里衣服不好看。都不来，都没有见过那世面。你看我们这是养鸡的，这么会做那些呀？我们有漂亮的衣服，有专业的团队，还有才艺表演。你要不要带着你的鸡鸭鹅一起去走秀呀？飞了。我就不去了吧。为啥？真的。每次没有年龄界限的爷爷，你们想一下，你们上一次拍合照已经过了多久了？那很久了。今天可以拍一次合照了，还可以穿好看的衣服，是不是？你们的小孩也在外面工作嘛？对。到时候可以给他一个小惊喜嘛，对不对？难得，然后二老可以拍一个超级好看的合照，然后给儿子看一下，打扮的美美的。我们下午还要干活，还要换牛换羊。那个活我们到时候帮您干，就是什么活我们都干过，我们一定包您满意，真的。就是。那就我们试试看吧。下午见，好不好？下午见。好的。好，再见，爷爷。喂，各位父老乡亲们啊！大家好，我们在新屋组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时装表演，在下午3点钟，希望所有的父老乡亲们前来观看啊！欢迎！Hello，哇，这个是什么？我把我们的沈良叔叔、伯伯都带来了哈。这都是我们刚刚叫的一些，有几个是我们叫的。是的，我们分工一下，就是我和他来负责现场，然后搭一下服装，好，然后妆也交给我们，到时候发型就交给你了。OK，加油！来，干！好。哎，爷爷奶奶有走过秀吗？
没走，没走过。那要不然请一个奶奶上来展示一下好些，好不好？来，随便走一下，好不好？哇，可以。这里到这啊，就到这个位置。哇，你很厉害啊！好看，耶！走出气势，好不好？可以，这个也是非常的有气势哦。来，大步向前走。我觉得都不用教了，就是啊，教了。奶奶来这里说，来这里说，不会上来。哎，你走不来，不会走，一上来。那个，我们奶奶们，我们走路的时候可以尽量走成一条直线哦，走猫步比较好看哦。奶奶们走，爷爷走路就可以这么走嘛，对吧？然后我们奶奶走路就尽量走成一条直线，就尽量走成一条直线这种。然后最后定位的时候是这样，往这边摆一下，然后再摆回来。就是现在第一个奶奶是她，对不对？来走。我们记得我们的 pose 啊，记得 pose 啊 ，pose 姿势。哎，不是这个吗？这样。1、2、3，起。这爷爷奶奶那个筋撑不过去，他做的像那个晨练，你知道吗？奶奶开心一点，然后摆一个 pose，你摆个这个吧，叉腰吧，过来，这么叉腰，然后不，叉一指，不是，这不是腰。那我们彩排大概就这样，然后每个人的 pose 也定了，来，我们化妆换衣服了，加油！我们要变美丽了，爷爷奶奶们。美丽了。然后我们现在是这样，爷爷们先去那边化妆，然后我们先给奶奶们搭衣服先。你们可以先各自一起去看一看嘛，各自先看一下。哎呀，真漂亮啊，好漂亮。泽林，这个有点不行。这位奶奶适合什么样颜色的？我觉得亮色。这个有点素。您多大脚？脚多大？58。不是多少岁？我说脚多大？您试一下这双鞋，看能穿吗？然后我一会儿给您搭一个外套，怕您冷吗？1小时倒计时啊。这个看一下，这个气质有提升。郑二，这个应该搭个黑裙子吧？这个小香裙很适合那个奶奶。再高一点。是到哪位了？我的头有点晕呐，兄弟。是一个男生。搭女生的衣服，我是真的整不明白。倒计时30分钟。怎么样了，各位老师们？抓紧时间啊，不要紧张啊，奶奶们。口红可以稍微红一点，然后妆好像不用那么浓密。倒计时5分钟。只有5分钟了。 5分钟了，5分钟就要收了，我们要快点了，外面观众都坐满了。快点，没有半点要快点了。只有3分钟了。1分钟倒计时。差不多换好了。好，现场准备。身体稍有点没谱。哦。各位爹爹，各位奶奶，各位亲朋好友，各位父老乡亲，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天天向善首届造型服装秀的现场。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平常大家生活中啊干农活会比较累，一直忽略了对美的向往。那么我们现在的条件变好了，农村也富裕起来了，大家可以大胆的、勇敢的去追求那种美。是的，是。今天你们期不期待他们的精彩演出？期待，那我们在这里为他们加个油，好不好？好，1、2、3，加油！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昨天还在田里种菜，今天已经走上时尚舞台的爷爷奶奶们闪亮登场。
幸福爱美丽，最后，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庆祝我们这一次圆满成功！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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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经常是忙于农活啊，没有时间去打扮自己。今天有这种机会了，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妈妈永远是在我心中的，永远是最美丽的、最漂亮的。今天看见妈妈这么漂亮，他们开心，我也开心，我都快忘记妈妈原来也是可以这么漂亮的。我这么大的年纪了，从来没有这么美过。我今天最喜欢给我那儿子女儿，那些都看一下高兴嘛。从来没有这样子打扮过，反正我们也没有时间那样子去打扮。我感觉到弟弟年轻10岁呀。今天你别说我老婆打扮得又年轻又漂亮，很时尚的。你也是，今天打扮得好帅。以前条件不好，想打扮都没得能力，现在生活好了，也可以美一下。今天爷爷奶奶改造完之后，就是一整个惊艳到，就是我有的我都认不出来。早上见到，然后下午看的时候就是，哇，怎么变成这样？今天的爷爷奶奶，他们真的是把自己浑身的那种自信，包括自己的开心都给洋溢出来了。今天爷爷奶奶，我是感觉他们是秀自己，不是秀衣服。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不管何时何地，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那种万丈光芒。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原味原香绿色长康，长康纯芝麻油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视听触味嗅，如果让我们放弃其中的一项嗅觉，放弃嗅觉就意味着放弃了嗅出危险的机会，也放弃了成为一名吃货的资格。没有味道，就像树枝一样的那种。哇，太狠了！我天哪，你们之间的感情是这样的！哇！吴泽林，你可以刷个牙再来做节目吗？我真的，韩哥都不敢站回来，我的天！我现在自己说话能被自己揍晕过去。今天来了几位靠鼻子工作的嗅觉大手，我们需要带着你的鼻子来看我的展览，嗅觉和视觉的一个2元叠加的实验艺术。我是一个唯一被允许上班喝酒的员工。哦，这个工作不错啊。我是做酒类饮品的调香。那你下班喝酒不就算加班了吗？领导，加班了。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里特调的鸡尾酒，真的是能闻到一股泉水的味道。我这个真的和奶茶一个味道。我刚才路过吴泽林那个地方，哇，那个味道太浓了，拉屎的味道。我是一名侍酒师大师，全世界大概有269个人通过考试。全世界50年。法国的阿尔萨斯产区多驰明的，一闻就知道了。别尼是顶级调香师。每个人都有很多面，相信它可以表现生活中我们可能不敢表现的真实的自己。好像有个东西写着吴泽林的名字。你用来洗胃的吗？我用来洗嘴。用这个香水的人，内心有一头小兽。哎呀，把我内心那不为人知的一面给扒出来了。
下周日晚天天向上，一起探寻嗅觉的奇幻世界。我好像真的调了个腐乳的味道。感谢独家冠名商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天天向上》，下周日晚10点，天天向上，我们不见不散。